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上尉迷恋》。今天是第2期，上半期是攻略完成地图的右侧，今天咱们来攻略剩下的部分。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地图就会发现，很多关卡是可以跳过的。但是你如果没有练级的话，会影响人物的等级。等级低了，血量不多，招式上也会受到影响。这里我进了一个房间，其实每次进出房间的时候，游戏会有一个2秒钟左右的黑屏，这个黑屏的部分我给大家剪掉，尽量保证游戏的流程顺畅一点。包括每次过关的时候，黄蜂女都会说几句废话。在后面的关卡，如果有重复的信息，也会给大家剪掉的。游戏的后半部分，鹰眼出场的机会就非常有限了，除非是我想打一些高处的胶囊。下方的火千万不要掉下去。秒杀，因为你可以操作的角色有2个，如果其中一个挂掉的话，你就只能强制的使用另外一个。但是当你捡到复活道具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同伴复活。这关的流程不长，主要是咱们的过关的水晶捡到的太顺利了。大家应该能够发现，地图在设置上加入了大量的重复要素，可能也是考虑到红白机的卡带容量。我刚刚在水面上是使用了盾牌，鹰眼就没有这种操作。这个房间里边有一个脚印，一般来说房间里边都会有一些好东西。刚刚捡到了一个大钻石，我的等级现在应该已经严重的落后了，现在只有2级。很多小伙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会在开场的部分就刷到4级左右。咱们血量少，就要打得更保守一些。这个炮台的位置放的实在是有点太恶心了，我刚下来就挨了一下。这里如果有鹰眼，会打得好一点。大家看美队藏在水里的这个动作，有没有一点像魂斗罗？看一下这个胶囊里边是一个钻石，毕竟咱们没有刷，所以说流程当中就要注意收集一下。我估计通关之前还能够再升1级左右。再升1级的话，最大血量就是4滴血，那就够了。本来也没必要升满。这里竟然被碰了一下，这个水晶的位置非常刁钻，如果咱们没有等一下节奏的话，非常容易第一时间跳起来，
把水晶拿到了，但是下一个移动的平台没有到，咱们就掉到水里了，又需要重新跳。又是这种阻碍你前进的敌人的关卡，这个场景看起来实在是有一点晕。BOSS 倒是不难，但就是对抗这种眩晕感，我被电了一下。电一下好疼啊，直接一格血没了。因为现在游戏界面的血量是一个简易的表示，每一滴血可以扛几下伤害呢，但是被电了一下，竟然就掉了1滴血，说明这个伤害还是很高的。这个 BOSS 打起来轻车熟路了。用盾牌下压的话，最好压边缘，压中间的话容易被电。打完了铁甲人，又打喷火人。喷火人是我最讨厌的一个小 BOSS， 没有之一。因为最后一下的时候，他总能烫到你，尤其是用美队来打，用鹰眼还好一点，毕竟是远程。就是这一下，而且烫一下的伤害也非常多，直接是掉了1滴血。打了一个开关，咱们还需要打一个开关。很多地图的设置就是希望你把地图能够跑遍了，但有一些关卡确实也有捷径。现在看起来咱们是3滴血，但实际上未必能够加满。这种蝙蝠撞一下也非常的疼。既然碰到了这种小炮台啊，趁着无敌就捡完东西再出来。这种机关不要碰啊，碰一下就秒杀掉了。这里要打 BOSS 插骨。但是增加了一些场景的效果，包括落石，还有移动的机关。被落石砸到了。茶骨本身并不难打，这里打完他之后，后面还会再对付他一次。跑了。这里告诉了咱们满大人的位置。咱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地图的交叉点，这个位置非常特殊，咱们往复移动的时候，这个关卡需要重复的打，但是咱们第一次打的时候是最难的。另外，游戏也有一种跳过重复地图的手段，咱们后面拿到飞船就可以了。可以跳过和不能跳过两种情况都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正常的顺序就是直接去拿飞船，然后开始跳关。这里的液体掉进去的话会掉血，所以咱们又使用到了盾牌的漂浮。直接进门，刚才非常危险。
这款游戏如果速通的话，真的能够省略掉很多的关卡。又是强制的卷轴，我的等级不够，感觉输出有限，非常的被动。我上一期录制完成之后，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看见你打这种强制的卷轴，就想起来了，小的时候还以为打不过去呢。”很多的敌人一起往上冲，然后非常容易就挂掉，整个游戏也就弃坑了。这个小 boss 我是第几次打了呀？已经数不清了。而且我之前一度认为他是红坦克。喷火人又出来了，这个2人组的组合也经常出场，后面咱们还会遇到。一会儿估计还要烫我一下。血量不多了，需要打得保守一点。上边这个看一下是不是回血道具？没错。把开关打了。其实现在的位置就在关卡开始的上方，但是这里有机关，而且咱们需要绕一圈。我用盾牌推了一下，这个小兵竟然没有干掉。等级高了应该能秒掉的，所以说大家自己玩这款游戏的话，最好是在初始的关卡把你的等级刷满，然后再往前走。捡到了一个大的钻石，这个地方小心一点。刚才对白里边提到的昆式战机就是跳关用的道具。后面的总统山上就是美队、鹰眼、幻视还有钢铁侠。这里要打4个敌人。其中最后一个就是满大人。从游戏里边的难度来讲，满大人和红骷髅是比较难打的，其他人威胁不大。但是这款游戏的 BOSS 战本身难度就不高。这里的打法还是一样。美队打他的话有2种处理方式，他举起来的桶其实也可以跳踢，但是你对距离的把握要更加的精准一点，否则容易炸到自己。我的攻击力实在是太不给力了呀，我感觉我已经输出很多次了。这里打满大人，其实每次咱们用盾下压之后，如果离得稍近一点，这个家伙一般会选择用平 A 来打你，但是如果拉开距离的话，他就会跳起来，浮在空中，用远程攻击来打美队，这样的话就比较难躲。
但综合来看，咱们还是溜边儿，安全性高一点。这个家伙的皮也很厚。我已经用盾牌压了很多次了，不过等游戏的 BGM 变了，就说明他要挂，咱们距离胜利也就不远了。大家看我的血量，现在是2滴血。满大人的地面的飞行道具一发，应该就可以把我秒掉。插骨跑了。去通知他的老板了。这里正常的话需要再打一遍这关，但是我就给大家跳过了，咱们去演示拿飞船了。而且第2次打这关的难度比较低，没有 BOSS 战，没有强制的卷轴，就是又去打开一遍开关。拿飞船这关，咱们首先需要开灯。我先拿到了过关的通行水晶，但是这里咱们下边过不去，因为开关在上面。我刚才打这个小兵用的是盾牌，跳踢的话应该是干不掉他。因为咱们的等级比较低，这种房间就是2个胶囊，也没必要开灯了。有些时候关着灯会增加神秘感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因为同一个玩法，如果玩的时间长了，也容易腻。这。扔1次盾牌，返回又把开关关上了。一记冲刺，直接就撞到了炮台上。打开刚才那个开关，地图的右侧也就开启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只剩下过关了。这关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炮台，能够发射半跟踪的导弹。捡到了飞船，但是左上角这关波特兰咱们没打，所以说驾驶着飞船着陆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本关。其实这个关卡之前咱们在开场的时候就打过非常类似的，它只是在个别的元素上有一点差别。本作令玩家诟病的地方也就是这点，关卡的重复度太高了。我来这关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游戏的全关卡，另外呢我也能稍微收集一下水晶，这样咱们有望在打最后一关的时候再升一级。接下来咱们就去休斯顿，然后就可以起飞了。这些关卡都可以通过。到这里着陆。这也是游戏的倒数第2关。咱们溜下路就可以了，但是要小心一点，地面是有液体的，需要利用到美队的盾牌。使用鹰眼的话，就要向上方的移动平台来跳，但是我觉得那样比较耽误时间。开关在上边。
过关的水晶又拿到了。这里应该是没有机关的。起飞了，来到了本作的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是没有通行水晶的，直接往前走就可以了。一共2场 BOSS 战。第一场还是打叉骨，但是有2个机关需要破解。后面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看起来等级咱们是提升了。打完了放电装置之后，再勾引敌方的机关，把叉骨的安全屋拆掉。打叉骨最好是在屏幕的左半边，因为在右侧美队是跳不起来的，无法施展他的盾牌下压这一招。叉骨虽然出场的机会比较多，但一直是很菜啊。要面对最终 BOSS 红骷髅了。黄蜂女表示钢铁侠和幻视他已经救出去了，让美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红骷髅吸收了大量的能量水晶，爆1了。红骷髅比较难对付的一招就是他的旋风腿，还有地面的平踢，这2招的判定非常强。其他方面就没什么需要注意的，因为本作的 BOSS 战真的是难度不高。使用旋风腿的时候，他是无敌的，竟然。我刚才试着抡了一盾牌，没打动。打他就要耐心，因为咱们已经打到最终 BOSS 了。有些时候他会在空中施展旋风腿，这个时候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。血量也是比较多。地面的这招平踢判定真的强，我用盾牌没有压到，反而自己受伤了。旋风腿也惹不起。突进这招实在是比较废，因为它的突进速度比较慢，我感觉没有旋风腿好用。因为旋风腿在身体的前方和后方都是有攻击判定的，但是突进技只有身体的前方有。感觉胜利在望了。BGM 一变的话，再来2、3下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的话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尚未密令，全关卡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